大家好，通常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结果都不会太好。谁也想不到黑粉倾巢而出的最后的反扑，居然在各方的联动之下被重拳反复打脸。这回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各种的反转、反转再反转，如同过山车般。无论如何，过山车再疯狂也会有终点。赵丽颖、王一博的真爱粉丝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野蛮生长、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被黑粉们劫持的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在8月22号晚上10点多公开造反闹分裂，一时之间全部萤火虫组织都一边倒的跟风闹分裂了。结果8月23号的凌晨5点，组织者突然间睡醒了，发现了自己的鲁莽和可怕的后果，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差点害死赵丽颖的催命的节奏。于是乎跟着就是深刻反省的道歉文，跟着却又因为再次的内讧，于是乎又迅速删掉了道歉文。这种半天之内3变的超混乱的局面，反映出了内部管理的杂乱不堪，可谓处处被人牵着走，冷静理智全没有。这样一个号称260万的大型粉丝组织，自己都协调管理不过来，居然还想通过造反的形式去威胁、逼迫和把控赵丽颖，真的是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这下可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谣言大本营也突然间出手，永久禁言了这个粉丝后援会。这种永久禁言也绝非微博突然之间猫哭老鼠良心发现，注定是因为社会主义铁拳这次相当明白背后的套路，哪边是善恶，哪边是在挑事。连我都哭笑不得的这种低级无趣的聊是生非，站在更高层面的权力机构理应更加的洞若观火。因为这种反串粉丝倾巢而出的大反扑，以及黑粉圈不调一致的大联动，背后操控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因此官方媒体的央视网在权力机构的直接授权下，在8月23号的晚上9点扔出了义正辞严一锤定音的10个字，也就是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了。此话一出，黑粉把持的组织立马被驱邪了，墙倒猢狲散了，赵丽颖、王一博的野蛮生长也貌似安全了，扶正了。央视网到底说了些什么干货呢？废话的确不少，都是老调重弹。然而有几句话值得玩味和推敲。其一，他说追星并非不可，但不能越出法律道德界限。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无成本无负担的肆意妄为。如果因为追星而失了心智，乱了行为，只会害人害己。其中无成本、无负担、乱心智等等这些相当狠辣的用词，明显是说给那些一直带偏节奏的无良黑粉，以及耳根太软却又跟着瞎起哄的善良粉丝听的。其二，他说娱乐资本和网络平台要强化明星经纪公司、粉丝团的规范管理，避免用诱导性、非理性消费挟裹粉丝。诱导性、非理性、挟裹粉丝这些警告性的用词，妥妥是说给微博这种谣言大本营听的。这种自上而下的一锤定音，算是彻底粉碎了那些黑粉们的迷梦，以及谣言大本营的祸心。只是这种周期性的整治，恐怕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黑粉们的成本不应该就停留在严厉的警告就了事了。赵丽颖、王一博的善良或许会让这些人心存侥幸，下次还会卷土重来。因为无成本无负担。有句话说得好，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次赵丽颖粉丝会被黑粉一锅端，一路带偏，努力的被人当枪时，指东打西，毫无章法，乱成了一团。到头来甚至还自掘了坟墓，不仅差点把赵丽颖、王一博一起推了进去，最终还是把自己给推了下去。究其原因的话，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其一，有组织的黑粉这次乔装打扮、玩潜伏、掺沙子的方式其实一直都有，为什么这次搞得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些家伙成功抓住了不少人对有匪成绩单耿耿于怀的心理，这是他们成功策反的最根本的原因了。其二，大量目标一致的黑粉齐心协力，把有匪的超话变成了热议王一博的专场话题，这让心里面本来就一直不舒服的广大赵丽颖的粉丝更加的愤怒了，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了。其三，云匪夫妇再度合作野蛮生长的消息，让黑粉们有了更多的可以添油加醋、滋事闹事的现成的素材。于是乎，疯狂客串的大号黑粉，两边都去挑衅和骂战，便迅速点燃了双方粉丝的怒火，被劫持的粉丝管理层更加火上添油的促成了幼稚而无脑的造反的决定。其四，很多人或许都没有留意到，野蛮生长的剧组方一直都没有官宣落实最终的演员表，而且对任何小道的消息都是采取一致的冷处理的态度，既不回应也不辟谣。这其实是一种这边方努力造势的惯常的手法，这能够让热度不断，热搜不绝。只是另外一边厢，这也令到赵丽颖一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处处的挨打和被动，有苦还不能说，毕竟男一和男配都不是他说了算的。所以如果说某些热血的真爱粉丝坐不住了，出来闹事了，肯定也有。这些人也需要被拉出来打板子，因为他们急着帮赵丽颖做主，结果反客为主了，犯了大忌了。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差点让社会主义铁拳出手，差点激起全网热议热搜的造反事件，被国家权力机关及时出面降温处理了，否则赵丽颖注定会成为最大的输家。好在福大命大的他只是丢了面子，赢了里子，保存了实力，也逃过了社死。所谓丢了面子，是让其他家的粉丝群一同围观看了场免费的笑话，特别是这个号召力原本强劲的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居然被黑粉们牵着鼻子玩了小半天，呼吁、威胁、造反、道歉、火山、禁言等等的精心的闹剧。这个后援会口头上都是诚意满满、严肃认真的，实际上却是自煽自敛、自相矛盾的。这个被人当猴子耍了还挺认真的粉丝管理层，不仅让260万一同被耍的粉丝树倒猢狲散，更让赵丽颖的路人缘一同也受到了重创。不少居心叵测的大号现在也扎了堆，一起调侃戏谑这场差点射死赵丽颖的内讧的戏码。所以患难之中见真情，真不是瞎说的。不过有得必有失，有失就必有得。现在整个国家大力打击和整治粉圈的节骨眼上，这种黑粉垂死挣扎前的大规模的反扑，虽然没有如愿以偿的扳倒王炸姐弟，倒是让部分潜伏很久的黑心的大号彻底露出了马脚，现出了原形。玉石俱焚未果，法网恢恢不能。总之是可以避而远之的了。说回这个差点颠覆顶流人生的导火索，也就是野蛮生长吧。无论制片方的背后想法如何，延迟官宣的最终目的如何，其实跟赵丽颖、王一博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战成名，不负努力，成功夺奖。这是每一个剧组人员的终极的梦想。
不少粉丝斤斤计较的重点，也就是野蛮生长的剧本，原本就是一个大女主的戏。粉丝们超级担心，会不会跟有匪一样，结果都会被魔改了呢？会不会多出了更多谢允的戏份呢？这个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也就是要忠于原著。然而在我看来，说实在的，有得必有失，好处要全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投资有投资的想法，导演有导演的思路，编剧有编剧的考量，不可能个个都站在女主的角度去考虑。这是全盘棋路的整体的考量，就像下棋一样，有时候为了最后赢得胜利，牺牲掉士卒、相居都是必要的、无奈的。赵丽颖以后得奖与否，也绝不是因为她在这部剧中是80%还是90%的戏份决定的，而是个人演技决定的，人物刻画决定的。红花也需绿叶扶，为了红花减掉绿叶，或者说多了绿叶掩盖红花，其实都是不会加分，只会减分的动作而已。粉丝的视角跟爱豆的视角肯定是不一样的。粉丝想多看爱豆一眼，爱豆或许只想稳稳的拿奖，这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不同之处了。所以制片方也很聪明，野蛮生长也出现了2个最新的小变化，很有心机。第一，增加了何润东的角色，这种一女双男的搭配，不仅稀释了外界的不满，也同时确保了角色和收视的双保险。模特出身的何润东，在我看来是个老牌花瓶中的花瓶，但是属于抗击打的那种，剧组的用心可见一斑。第二，阿奈居然也跑到了台前，他跟张庭组建起了更强、更扎实、更保证的编剧双保险，魔改的危险争议性会减少了不少，可见剧组方也是一直都在考虑民意的。最后，如今的娱乐圈已经今非昔比，大不如前了。饭圈和粉丝团这次一唱一和的精心的大戏，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了，也给娱乐圈的清流们敲响了警钟。赵丽颖出道这么多年了，哪出戏不都是她自己亲身挑选的呢？她其实超级明白自己的未来和规划，她也不可能被黑粉们牵着鼻子走。一些暂时沉寂下来的黑粉，以及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粉丝们，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只会多不会少。这些人或许会蛰伏一段时间，或许等待着下一波一拍即合的机会，掀起下一波的黑潮。社死的危机依然存在，要完全杜绝这种机会的出现，明星们只能把未来的粉丝群的工作都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上，不能放任，这是核心的工作。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关系原本一直都非常的不错，这次被无良黑粉们合伙砸场、闹场、闹分家，这么一搞，让赵丽颖的路人缘败了不少，也让王一博在公开场合合体的时候更加的不敢言笑了。深层次上讲，更会让赵丽颖未来的剧本合作和搭戏都会蒙上了阴影，因为任何的制片方都会慎重考虑赵丽颖背后那些难搞的粉丝了，这个影响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消减。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序的粉丝群现在从零开始了，或许也是个好事儿，至少可以在今年或者来年重新的组合起来。那么未来新的萤火虫行为的标准应该如何去重新定义呢？在我看来，想插手甚至左右自家偶像的喜欢自作聪明的粉丝们，应该认真的考虑，踏踏实实的从导演或者制片做起，跟着呢在偶像新剧上映时积极打榜，积极参加活动，能够去现场互动，甚至每日积极的祝福和支持就够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把关了。好了，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军粉夫妇王炸 CP 这次历尽劫难峰回路转后能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
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你我左右未来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唤醒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和快乐，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阳光重现。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